欢迎来到石榴频道，今天来聊一下 Cat for Cash 的小说故事。小说呢整体走轻松温馨的路线，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，基本上就是日常番，但是呢会有一些人生无常的虐点。注意后面可能会含有大量的剧透，所以不想要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。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，公的名字叫泰格，家里人是做高利贷的。泰格呢就职场副业，然后他其实是猫奴，但是呢却对猫毛呢过敏。社的名字叫林，梦想成为配音员，却误打误撞了成了翻译员，至少跟母亲相依为命，但后来跟母亲闹僵了，就自己一个人搬了出来住。故事一开始，林的母亲呢为了生活跟经营猫咖，去跟高利贷来借钱，而那个高利贷就是泰格家。既然要讨债，当然就是要凶一点嘛。当泰格一踏进猫咖，他心就软了，毕竟他就是个猫奴啊。而林的母亲呢也是很有趣，一般人呢看到债主都会变得渐渐静静，但林的母亲呢却完全没有，还直接跟泰格的抱怨现在的生意难做，泰格跑上门追债，根本就是不给猫咖活路啊。而林的母亲呢还跟泰格的抱怨儿子都不回家，泰格就傻眼，不知道这债呢可以如何的讨。然而在他还在无奈之际，林的母亲呢却突然心脏病发倒下了。泰格呢及时接住了他，这时林的母亲呢正要晕过去前，他在泰格的耳边喵了一声，之后就没有呼吸了。虽然泰格已经立即叫了救护车，然而林的母亲呢还是去世了。得知母亲去世的林呢立即赶了回家，但可惜还是没能看到母亲的最后一面。在母亲的葬礼上，林呢和泰格第一次见到面，林呢也因此得知母亲呢欠债的事。这时候林呢已经收到调任新加坡的通知，所以呢他也不打算接手猫咖，只想要把猫咖的地卖掉拿来还债。然而这时候泰格却发现自己居然能跟猫咪沟通。当林呢说要把猫咖卖掉，猫咪呢松养的时候，猫咪们呢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。然而林呢当然是听不懂，但泰格都听懂了。作为猫奴的泰格自然是很舍不得，所以他就开始想要说服林呢继承猫咖。泰格甚至还开始思考，要不就自己把猫咖接下来做。至于林的立场呢，他其实很不喜欢母亲开的猫咖，因为他一直觉得了母亲爱猫咪们多于爱他，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搬出了家之后又一直不愿意回家的原因。自然他也不会想要继承猫咖。直到母亲的火葬的当天，林呢终于见到了母亲的父母，也就是他的外公和外婆。林呢从耳闻之起就知道母亲呢跟梁家断了联络，所以他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和外婆。他们的出现除了是送自己女儿最后一程外，也是告诉了林当初他们为什么会断了联络。原来当初母亲在生林的时候，生产过程非常的不顺利，到了一刻是只能搂大或搂小的程度。梁家本来就不喜欢林的生父，所以他们想要搂大就好，当林的母亲不愿意，并且也要把林呢生下来。梁家就很生气的说，如果硬要搂小，他们就从此断绝来往。最后幸好林和母亲都平安无事，但至此林的母亲就真的跟梁家断了联络了。林呢是母亲拼死也要生下来的孩子，所以母亲又怎么可能不爱林呢？但林和母亲两个都是很固执的人啊，吵架都不愿意低头求和。最后两个心结都还没有解开，母亲呢就先一步离世了。林呢当然是觉得很后悔，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现在他的身边只剩下母亲留下来的猫咖，林呢决定至少要把母亲的遗物呢照顾好，所以呢他继承了猫咖。但继承了猫咖，债务要怎样处理呢？泰格见林呢愿意继续的经营猫咖，当然是很开心，所以他资助了猫咖，成了猫咖的合伙人。作为债主的泰格也私信了让林了之后再慢慢还钱就好。由于林呢过去很不喜欢猫咪们，自然也不会懂得如何照顾猫咪，店呢还没有重新开张，他就已经弄得手忙脚乱。泰格呢眼看林呢一个人不可能搞定，所以除了金援外，他也直接下手帮忙了经营猫咖。幸好泰格呢可以跟猫咪们沟通，所以像是店的食谱啊或经营方式，泰格都可以很快的掌握得到。而林呢也没有多疑，他以为泰格呢本来就是熟客，所以才会对一切都那么清楚。而在重开猫咖的过程中，泰格和林之间也开始有一些浪漫的情愫在发酵。重开猫咖1个月后，经营模式呢也逐渐的稳定了，不过店呢还是迟滞，所以林呢就想要节省成本，改了食材的原料，还换了猫粮和猫砂。这下子换猫咪们不满了，因为猫咪都知道林呢以前都不回家让母亲呢伤心，所以猫咪们呢本来就没有很喜欢林，现在居然还换猫粮和猫砂，所以为了表示抗议，他们趁着林呢不为意逃离了家，只剩下一只老猫呢还留在店里。林呢立即向泰格呢求助。老猫呢是家里的第一只猫，所以虽然有不满，但他也很清楚林的难处，所以当泰格呢赶到店里后，老猫就告诉了泰格所有的事情，还帮泰格想办法把其他猫咪全部找回来。在寻找猫咪的过程中，泰格也尝试带着林呢去了解每只猫咪的脾性，而透过泰格的沟通，猫咪们呢也了解到林的难处。经过这次的讨价事件，林和猫咪们的关系有稍微变好了一些。但没多久后，其中一只黑猫呢却生病了，
林和泰格就带着黑猫去看兽医，结果兽医和林呢是旧识，所以两人很自然就打成了一片。看着两人亲密的互动，泰格就开始不爽。兽医呢一眼就看出了泰格人在不爽，但他什么都没有讲，只是安静的看。后来兽医诊所呢有一只猫咪怀疑是被抛弃了，兽医就问林有没有兴趣收养，林呢没有经过细想就想答应，就这样泰格呢很生气了。泰格呢觉得收养猫咪对猫科来说是大事，林呢却完全没有问过作为合伙人他的意见。泰格呢觉得只要是兽医说什么，林呢就只会说好，因此情绪上来，泰格呢就对林呢说了重话，两人也第一次吵架了。不过毕竟他们双方呢都很珍惜对方，所以隔天两人就互传讯息道歉。而经过这次的吵架，他们也分别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喜欢上了对方。林呢就有点不安，他想要知道泰格是不是跟自己心意相通，所以他就向兽医求助。兽医呢也是明眼人啊，一看就知道两人互相喜欢，但是呢他不明讲，只是要林呢去约会。他说这样子林呢就可以知道泰格的心意了。林呢有点疑惑的答应了约会邀请，但知道林呢要和兽医去约会，泰格呢当然是坐不住了，立即呢带着其中一只电猫去跟踪。不过当然一下子就被兽医和林呢发现了，见到泰格在后面担心跟踪的样子，林呢因此相信泰格呢真的喜欢自己。而猫咪当然也看出了泰格呢喜欢林，猫咪呢就劝泰格要勇敢追爱，不要等到林呢被追走后才来后悔。受到猫咪的鼓励，终于有一天在气氛刚好的时候，泰格呢吻了林。亲完后，泰格呢还邀林呢去约会，两人的关系也正式的进入了暧昧期，只差一步就会在一起的程度。而这时候林的同父异母弟弟却突然找上了门。林呢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而且这个弟弟居然还跟他母亲关系很好。林的同父异母弟弟叫刘，原来林的生父就是一个妥妥的渣男，他本身呢已经有家庭了，但却还去招惹林和刘的母亲，所以林和刘的母亲呢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小三，而且还都怀孕了。两位母亲在得知自己遇到了同一个渣男后，两人就成了闺蜜，并且呢一起甩了渣男。然而后来刘的母亲去世，刘的亲戚呢都对刘呢很不好，所以最后刘就来投靠林的母亲。林的母亲有对刘提供金钱上的援助，刘呢甚至有在家里住过一段日子，但林的母亲却不让林知道有刘这个弟弟，因为他怕林会因此觉得自己的爱被分走。现在既然母亲去世了，刘觉得是时候告诉林真相，而且刘还说要回来住，毕竟是自己的弟弟林也没有什么好理由可以拒绝。然而刘才刚进来没多久，就向林表示自己对泰格有兴趣，林自然是很不爽。后来迎来了泰格的生日，林却临时有翻译工作要出差，无法第一时间为泰格庆生。泰格当然明白工作的重要，说他其实完全不介意，但刘就不这样子看了。刘见机不可失，就告诉林说自己要跟泰格单独两人过生日。听到刘这样子讲，林又怎么可能忍得了呢？所以当工作一结束，林就立马赶回家，赶在刘之前当第一个跟泰格讲生日快乐的人。因为刘的刺激，林终于确定自己已经爱上了泰格，而刘其实也一早看出了林和泰格两情相悦，所以刘就故意推他们一把。见林一副担心的样子，泰格当然是很开心，还趁着自己生日跟林讨亲情做礼物。但这两个人还没有正式在一起，就这样子暧昧到了林的母亲的白日记。泰格和林回了林的娘家一趟，泰格可以跟猫咪沟通的事意外的被外公发现了，原来那是林家的祖传的能力。当初林的母亲在岛上的时候，在泰格耳边喵了一声，那其实就是能力传承的方法。泰格因此开始想，是不是应该把能力还给林的家。而在回娘家的这一趟旅行中，林也知道了原来母亲的生前还有一个遗愿，就是跟朋友去攀崖，所以林就邀请泰格一起去完成母亲的遗愿。在攀崖结束后，泰格正式的请林当自己的男朋友，两人也终于正式的交往了。之后泰格还带了林回家见家长，泰格的母亲也很开心，自己的儿子终于有人要了。然而开心没多久后，林却发现老猫的状态不太对，泰格就送老猫去看医生，老猫之后还住院了。泰格觉得也许这就是时机，要告诉林他有可以跟猫咪沟通的能力。一开始林当然是不相信，泰格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是真的，泰格就问了老猫过去的事，但是只有林跟老猫之间才知道回忆，林也因此不得不相信泰格是真的可以跟猫咪沟通。老猫之后也告诉了泰格，林的母亲希望把能力留给林，猫卡留给李欧。听到这，林就不能理解了，他不介意把猫卡给李欧，但他不懂为什么母亲会这样子决定。他觉得是不是母亲不信任他，所以才不愿意把猫卡给他。泰格都觉得林的母亲应该是有苦衷，叫林不要想太多。后来老猫的状态并没有因为住院而变好，老猫单纯是时间到了，不是医不医得好的问题，所以兽医就建议林把老猫接回家，在熟悉的环境陪老猫走完最后的一程。
猫克莱因此暂时的休息，全员都陪在老猫的身边。直到一天，琳呢梦到了母亲，在梦里，母亲的解释不把猫克莱留给琳，是因为知道琳呢有当配音员的梦想。母亲呢觉得猫克会成为琳的追梦的负担，所以呢才没有把猫克留给琳。在梦里，母子两人呢把话讲开。梦醒之际，老猫呢也走了。在老猫走之前，他还说下一辈子呢要再当琳的猫。这篇真的会让人哭惨，16年在写讲稿的时候也在哭。最后，老猫葬了在琳的母亲的身边。在老猫去世后，泰格就把猫咪沟通的能力还了给琳。但有趣的是，泰格呢并没有因此失去能力，所以之后两人都可以继续的跟猫咪沟通。在老猫去世1年多后，琳呢也终于还清了债务，把猫咖的地契赎了回来。理由和琳呢决定两个人一起继续的经营猫咖，但琳呢觉得猫咖呢之所以可以顺利的营业，很大程度是因为有泰格的帮忙，所以他本来也想要分部分拥有权的给泰格，但泰格觉得那是他们母亲的遗物，泰格呢不想要，所以琳呢就生气的说，那就改成把自己呢给泰格，变相的就是在求婚啦。泰格呢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，立即答应，当天两人就去登记结婚，完美撒花。以上就是 Cat for Cash 的小说故事，整体来说就是前后都会爆哭，但中间都是温馨可爱的故事，有种生活中平淡的幸福感，是非常适合佛考坛来演的故事。个人真的觉得这个剧本根本就是为了他们两个量身打造的。看完小说在 GMMTV 的1部平台就看得到，在网站版买完小说后就可以到 App 上面看了。个人觉得小说在情绪的堆叠上做得很好，很值得一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对 Cat for Cash 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